只要趴在富豪的尸体上吃一顿饭，便能继承他生前的商业帝国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财产。这笔交易真的划算吗？瑞克本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，然而刚继承财产，他便察觉到了暴富的代价。从小瑞克就艰难地生活着，他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，母亲的精神还有些问题，因此瑞克只能反过来去照顾妈妈。一天饭后，母亲如同着了魔，她突然站在客厅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仿佛在恳求宽恕，随后便拿枪自杀了。瑞克因此彻底成为了孤儿，好在好友杰里收留了他，如今两人一同长大。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但瑞克每月都需要给杰里交房租，因此他平常都会跟随着杰里赚钱。杰里是个退伍兵，并没有固定收入，平时会出去找点体力活。他最近找到了一个好工作，那便是给一个富豪装修庭院。瑞克为了省钱，选择徒步来上班，却因此迟到了。工头对他感到非常的不满，想要直接开除瑞克。好的杰里接着原厂，这代留下的兄弟，但是瑞克实在不争气，在运输建筑废料时，他不但被推车的把手捅伤了腹部。疼痛难忍的他向管家安东借了医药箱。安东见瑞克可怜，便私自带他来到了房间中处理。由于有些突发事故，中途安东匆匆离开了房间。瑞克处理好伤口后，准备自行离开。然而在他路过一个房间时，却通过半开的门缝发现里面竟然放了一沓钞票。瑞克目测都够自己花1年的量。如此诱惑在面前，瑞克有些难以抗拒。见四周无人，他决定偷偷从里面拿一张，缓解燃眉之急。然而瑞克刚准备离开，屋内的富豪雷顿突然出声，叫住了瑞克，询问他是不是因为饿了才拿的钱。瑞克这才意识到富豪一直在屋内。此时安东匆忙赶了过来，发现了瑞克偷窃的行为后，立刻决定将他赶走，甚至还想叫警察介入。雷顿却免除了瑞克的责罚，毕竟人在饿的时候肯定是要想办法活下去的。但他非常好奇瑞克为什么只拿1张，而不是把所有钱都拿走。瑞克表示自己只需要1张钞票便能够维持生活，并且等工资发了也有能力偿还。雷顿听后直接将一沓钱全部给了瑞克，觉得这将作为全部预支工资，随后便将他打发走了。突然获得一笔横财，瑞克有些不知所措，于是他询问起朋友杰里，如果一夜暴富后想干什么。杰里现在表示自己如果能够拥有富豪1/10的财富，直接就从这个老破小搬走了，然后花钱享受世界。随后杰里反问瑞克会做什么，瑞克的回答十分诚恳，那边的餐票500块钱，请尼亚吃顿大餐。杰里却被他逗笑了，真正穷过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到富人生活的繁华。第二天瑞克正在工作时，便被雷顿叫到了豪宅中。杰里看着兄弟获得了有钱人的青睐，嫉妒之心油然而生。瑞克疑惑地坐在餐桌前，看着雷顿享用的顶级美食，桌上的食材他甚至从未见过。等待雷顿用餐结束后，他便将自己遗产无人继承的事情讲了出来。雷顿没有亲人和后代，如今已时日无多，他决定将遗产留给瑞克这个有缘人。You will eat a meal off my dead body, I'll give you everything. 包括豪宅、遗产以及投资，这对于瑞克而言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甚至还以为雷顿在逗自己玩。雷顿却严肃地表示，自己只是想在死前做一件好事，加上瑞克的体质看起来不错，能够抗压。瑞克这下彻底信了，由于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，他根本无法拒绝这么大的诱惑。得知自己即将当上富豪后，瑞克也有了底气，向心爱的女孩尼亚表白。唯一的败笔就是挑在了酒吧。瑞克刚想说了情谊，杰里便突然出现，开始挖苦瑞克的窘迫。如果不是杰里介绍工作，瑞克怕不是连酒吧的门都进不去。况且现在他住的地方都是杰里施舍的，导致瑞克彻底没脸在室内待了。好在尼亚并不这么认为，他追到了门口，对他进行了安慰。突然一阵吵闹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。瑞克看到杰里在跟别人吵架，便想要上前劝说，不料杰里将他推到了一边，埋怨起了瑞克多管闲事。杰里甚至撂下狠话，表示如果没有他，瑞克当初就睡大街去了。这下的瑞克成为了全场焦点，他这次彻底伤心了。第二天，瑞克就迎来了翻身的机会。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敲开了出租屋的门，他替雷顿报丧后，便将高档西服交到了瑞克的手中。这下子轮到杰里疑惑了，他不理解自己的孤儿朋友怎么一下子发达了。瑞克换上了西服后，直接无视了杰里的询问，径直地走出了门，坐着豪车扬长而去。车让瑞克疑惑地询问起男人雷顿的死因，对方却没有作答。到了豪宅后，瑞克按照安东的指引，稀里糊涂地签了合同，上面的内容和雷顿说的一样，只需要在雷顿尸体上吃顿饭，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财产，但是需要将饭吃的连渣都不剩。随后瑞克还签了一份保密协议，承诺的不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说出去。除了瑞克跟庄园里面的员工之外，其他人都不了解交易的内容。接下来瑞克就履行了承诺，将老头的尸体当晚餐，享用了一盘盘食物。瑞克跪在餐桌前，用手抓着大块朵颐，可很快他已经吃撑了。但这食物再次被端了上来，为了继承1000亿遗产，瑞克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。最后剩的面包碎屑直接被倒在了尸体上。瑞克强忍恶心吃完后，便按照安东的提示读出了宣誓词。 For your peace, I take on all sins you carry, and I pawn my own soul. 继承仪式彻底结束后，瑞克立马将强塞进去的食物吐了出来。
他只觉得头昏沉沉的，便回到房间睡了过去。在梦里，他被困在了水中，周围还被一群恶鬼缠绕。第二天，瑞克从圣灵瓶的豪宅中醒来，他换上了定制的服饰后，独自想起了雷顿收藏的名酒，却突然发现有个奇怪的男人在盯着自己。当瑞克发觉时，那个男人突然跑开了。瑞克想要追上去时，却和赶来的管家安东撞在了一起。此时，瑞克已经彻底成为了房子的主人。安东带着他去院子里面逛了逛，还亲手递来了一张不限量刷的黑卡。此时，瑞克刚想回出租房告别，安东立刻安排了司机开着豪车将瑞克送过去。瑞克见到了杰里后，发现他似乎惹了件大事，他却不再关心。杰里反过来关心起了瑞克最近发生了什么。由于签有保密协议，瑞克只能谎称自己被一家经纪公司看中，上门拜访的男人是经纪人。大家刚好瑞克的事情通过了，于是他便跟着公司去别的城市跑龙套。瑞克表示自己还收到了一笔定金，所以便掏出了之前雷顿给自己的一沓钱，想要交到杰里手里。毕竟多年的兄弟情是难以割舍的。杰里却拒绝了瑞克的巨款，他认为一个人出门在外也不容易，便让瑞克将钱收了回去。瑞克和杰里争着告别后，便准备坐车离开。此时尼亚悄走了过来，他震惊地发现几天不见，瑞克竟然都换成豪车接送了，于是便调侃对方是否中了大乐透。瑞克却只透露了比中头彩还要爽，但具体的却不太方便说。即便如此，瑞克依然爱尼亚，但这如今两人差距太大，尼亚一时间无法接受，于是他拒绝了瑞克的约会。看着尼亚欣喜结礼的模样，瑞克受到了刺激，决定来到酒吧消遣一下，却不知哪款酒好，于是便让酒保给自己推荐。瑞克表示不要对的，只要贵的，却引起了一旁顾客的嘲笑。对方直接建议酒保给瑞克来一瓶2块钱的啤酒。看着啤酒端了上来，瑞克也没有被刺激，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后，直接丢了一张黑卡出去，要求酒保给他刚刚介绍的那瓶镇店之宝麦卡伦，送这个顾客一瓶，自己则拎着一瓶带走，狠狠打脸了那个狗眼看人低的顾客。瑞克回到家喝酒的时候，走廊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面目血肉模糊的女鬼，同时瑞克的鼻子也开始流血了。他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就被女鬼狠狠地掐住了脖子，拖进了水中。瑞克清醒后，认为是安东给自己下药了，便质问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安东否认了此事后，瑞克突然想起来自己当初在尸体上吃过饭后，似乎进行了宣誓，或许问题就出现在了那个上面。于是瑞克要求安东将自己当初的宣誓词拿来研究。瑞克通过安东得知，雷顿生前突然有了宗教信仰，他在这死后灵魂不能解脱，所以就用寻找拾罪者的方式来逃避死后的惩罚。随后安东将雷顿研究的宗教书籍递给了瑞克，记录19世纪英格兰那边的灵异事件。那时候的富人家中都会在临死前雇佣对金钱渴望的穷人，在富人尸体上吃顿饭，这样就可以让吃饭的人承担他生前犯下的所有罪恶。这些穷人就被称为拾罪者，一辈子都活在了诅咒之中，直至死亡。瑞克这才意识到，当初雷顿口中的抗压，竟然是扛罪恶的压力。如今成为了拾罪者的瑞克，在挥霍雷顿财富的同时，也承担着他的罪恶。瑞克之前看到的那个女鬼，正是雷顿亲手掐死的妻子，并将他的尸体丢进了湖里。为了洗清罪孽，瑞克跑到了教堂，找到神父忏悔，告知了他具体的恶行后，神父见瑞克态度诚恳，为他进行了祷告。此时女鬼已经来到了瑞克身边，用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在瑞克濒临窒息时，神父祷告完成了，替他驱逐了女鬼后，神父提醒瑞克不要再犯下罪恶了。瑞克满口答应，没有鬼纠缠的富贵日子，他只觉得满人轻松，现在便开始享受生活。但是瑞克却没有感受到快乐，生活作息还因此彻底紊乱。这天尼亚突然打来电话，告知了瑞克现在杰里惹上了麻烦，情况十分不好，便想要请求瑞克经济支援或者开导一下杰里。瑞克并没有立刻答应，他现在惹上了更大的麻烦。突然一旁的灯倒了下去，瑞克发现身旁多了一截绳子，他顺着绳子走了过去，却发现了一个戴着铁皮面具的男人。好在面具人的面具是被绳子拴住的，根本无法离开原地。然而当瑞克来到了2楼，一个烧焦老太太突然出现，直接吓得瑞克僵在了原地。好在安东接着出现，将他从幻觉中唤醒了。如今瑞克已经精神恍惚，安东便已告知了他事实。原来雷顿也是和瑞克一样成为了拾罪者，才继承了别人的财富。他最终死于自杀。在雷顿之前的传承者可能也是一个拾罪者，代代传承下来后，罪孽只会越来越深，就光雷顿杀了都不止一个人，因此瑞克才会见到许多恶鬼。或许雷顿的妻子还可以通过祷告进行驱逐，但是瑞克却对除了雷顿的其他继承者所犯下的罪恶一无所知，因此他根本难以逃脱恶鬼缠身的悲惨结局。每一代拾罪者的身心都会受到很大的摧残，这也是他们选择自杀的主要原因。罪恶只会越积累越多，如果瑞克想要摆脱，只能把罪恶继承下去，转移到别人的身上，但这转移仪式却需要瑞克死亡，最终拾罪者只有自杀的路可以选择。瑞克不甘心就此死去，他只好再次找到了神父求助，但是这一次神父却将瑞克拒之门外，并嘱咐他有病就去医院。由于恶鬼无处不在，瑞克吃药也不顶事，他只好用酒精麻痹自己，却因此身体痉挛，彻底陷入了昏迷。瑞克被恶鬼带到了一处神秘空间，恍惚间他看到了母亲的身影。由于医生急着救治，瑞克再次醒了过来。
他决定摆脱罪恶，将拾罪者身份转移给其他人。这次濒临体验给了瑞克灵感，他决定求助科学，让医生用科技手段帮助自己假死，所以让拾罪者趁机做完仪式。这种方法十分冒险，当初雷顿并没有尝试，瑞克也是走投无路，只能铤而走险。但他目前并没有合适人选。突然杰里打来电话，告知了瑞克这里被讨债人追上门了，于是便想要请求他支援自己。瑞克立刻有了主意，他直接驱车赶去出租屋，当面和杰里谈判。当瑞克来到杰里的出租屋时，却发现一地狼藉。担心有危险的瑞克拿着一把枪防身，那是母亲留下的遗物。突然一个恶鬼扑了过来，瑞克惊慌失措地对他开了一枪。枪声响起后，他这才看清死里射中的竟然是尼亚。瑞克彻底傻了，死里直接将他带离了现场。当上了有钱人以后，就连杀人都不用追责。杰里很快找上门来，告知了瑞克关于尼亚的死讯。杰里十分伤心，因为是债主们杀的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。瑞克趁机告知了杰里，如果做拾罪者就可以继承自己的财富，摆平眼前的麻烦。杰里答应的甚至比当初的瑞克还要爽快。于是瑞克在医生的安排下进入了假死模式。杰里与旅行约定，开始在瑞克的身上用餐。瑞克意识陷入了昏迷之中时，他再次进入了水中，周围有恶鬼缠绕。当一群鬼将魔爪伸向瑞克时，母亲却为他驱散了所有的威胁。随着拾罪者的交接仪式顺利完成，医生唤醒了瑞克。杰里跟着迫不及待地开始享用起了富人的生活。摆脱了拾罪者的身份后，瑞克开始努力工作养活自己。没过多久，杰里便失去了往日的神采，只是在恶鬼围绕的恐惧中变得精神恍惚。管家安东默默地把瑞克和杰里的名字记录了下来。只见上面显示了雷顿继承了403天，瑞克只继承了3天，杰里却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多久。瑞克其实也不轻松，只因他还活着，因此瑞克犯下的罪恶并没有转移到杰里的身上。惨死的尼亚会跟着他一辈子，好在这个心仪的女孩比其他的恶鬼好多了。